那里就是已经603岁的北京故宫紫禁城，它也是所有中国人这辈子都想来一次的地方。它是明清两朝24位皇帝的家，里面的房间有9371间，哪怕你一天住一间，20年都住不完。你见过故宫里面难得一遇的千龙吐水吗？你知道为什么故宫每天5点准时要关门吗？你见过古代真实的金銮殿到底长什么样吗？600多年前的紫禁城里面究竟有哪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？今天阿波就带你走进北京故宫，去沾一沾那里的帝王之气。走吧，这里呢就是故宫的大门午门了。来故宫记得要提前几天预约门票，然后从我身后午门边上的那个检票口直接检票进去。电视上呢我们都听过推出午门外斩首。其实午门并不是斩首的地方，而是古代出征归来举行重大仪式战俘礼的地方。古代一般砍头呢都是在菜市口附近。再说了，皇帝也不可能在自家大门口斩首那么午门的下面有3个券门，中间那个券门在古代呢就是给皇帝走的，两边的分别呢是给王公大臣或者是皇亲国戚走的。现在咱们就进去，咱们也从中间那个门洞进去，体验一把做皇上的感觉。我们现在已经检票进来了，看到没有？这里呢就是皇上家的大门。我脚下的这条路呢，就是故宫当中的中轴线。在古代，这扇门可是只有皇上才能够走。今天呢，咱们来体验一把古代做皇上的感觉。那么进来之后，你会发现皇帝家大门的两侧的门上有很多的门钉，横着9排，竖着9排，大概呢是9981个。门钉呢，在古代其实呢也象征着一种地位的象征，同时也寓意着人丁兴旺。再过来这边看一看。这就是皇上家的门栓了这个门栓都这么长，所以说是不是很有皇家的那种霸气跟雄气？从这个券门穿出去就是皇帝的家了。咱们现在赶紧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。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皇帝的家了，看看是不是特别的壮观、威武霸气，就跟我们电视上看到那个情景差不多。那么在我的身后呢有5座桥，这5座桥呢被称之为是金水桥。因为它是在什么金水河上。那么这条河它为什么叫金水河呢？难道这里面有金子吗？过来给我看一看。其实里面并没有金子，只有几条金鱼。那为何要叫金水桥呢？因为它是西北进，东南出，西方属金，北方属水，所以这条河就被称之为金水河了。跨过这条金水桥，我们就能够到达整个故宫当中最霸气的一个殿。这一对呢，就是故宫当中所有铜狮里面最威武霸气的，也是皇帝家的看门神兽。一雄一雌，代表着独阴不生，独阳不长。那么左边的雄狮呢，脚下踩的是一个寰宇，代表着脚踏寰宇，脚踏乾坤，象征着权力。那么右边的那只雌狮呢，脚下踩的一只小狮子，代表着母仪天下的意思。在太和门的前面广场上呢，还有2大未解之谜。这个呢，就是故宫里面的未解之谜了。很多游客来到故宫都在问，这里面到底是不是放皇帝家传国玉玺的？其实呢，具体是放什么，具体是干什么的，现在也没人知道。但是根据当时纪晓岚的《略微草堂记》里面记载，说这个呢是在明朝的时候就有了，清朝的皇帝还真不知道它到底是干啥的。据说当时道光皇帝非常好奇，就派人曾经呢把它打开过一次，结果这里面放了一些铜钱，放了一些布匹，还放了一些五谷杂粮。其实呢，可能也是寓意着皇帝也希望天下的百姓能够丰衣足食，五谷丰登。最重要的，希望百姓能够钱多多，希望你们也能够越来越多。那么在左边还有一个未解之谜，带你们去看一看。这个呢就是太和门前的第2个未解之谜。叫做石亭，它上面呢还有一个卡槽，不知道这里面到底是放什么的。其实看起来呢还是非常精美、非常壮观的。整个材质呢应该都是用汉白玉雕琢而成的，但具体它到底是放什么？有人猜测说这有可能呢是放皇帝的诏书。那么你们认为它是放什么的？可以在评论区当中讨论一下。这里呢就是老百姓口中口口相传的金銮宝殿了，看看是不是特别的霸气这里呢也是整个故宫当中等级最高的一个殿，叫做太和殿。很多人都以为皇上每天上朝到底是不是在我身后的这个太和殿呢？其实并不是这样的。在明清两朝的时候，太和殿它是举行大典的地方，比如说皇帝结婚、
皇帝啊平时过生日或者是在冬至、元旦的时候，皇上呢会在这里举行大典，或者是命将出征的时候也会在这里举行大典。那么在大典举行的时候呢，文武百官会全部汇集到我身前这个3万平方的广场上，文官呢站在东边，武官则站在西边，在这里向皇上行大礼，就是我们电视上所看到的“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”。在太和殿的东边，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文渊阁了。那边有一个黑色的屋顶，有没有看到？就那个位置，它也相当于是皇上的图书馆。那么在太和殿的西边，这栋房子的后面就是内务府了。内务府呢，就相当于古代故宫里面的后勤保障部门，主管皇帝以及宫廷当中的吃喝拉撒，还有一些大事小事。我们现在就带大家登上太和殿，去看看里面的金銮宝殿以及皇上坐的那把龙椅到底长什么样。来到故宫旅游，如果遇到了下雨，千万不要错过我身后的千龙吐水的壮观景象。那个3层的须弥座上有很多的螭首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龙头，加在一块呢，一共有1142个。其实这些龙头呢，就是当时故宫里面最早的排水系统。所以正是因为有了它们，600多年的故宫从来就没有被大水淹过。如果遇到合适的天气，这些龙头中间都会有一个小孔，水就会从那个小孔当中全部都流出来，这样一排看过去就是千龙吐水。在太和殿的左边呀，这里呢有一个日晷，它是古代的计时工具。你看现在啊，它的影子是往下在照着的，刚好呢是中午的12点多一些，所以它的时间跟我们现在的手表走势基本上差不多，代表着时间。那对面呢还有一个叫做加量，加量所代表的是空间，一个时间，一个代表空间，也代表了皇帝呢想要掌握时间跟空间，掌握皇权的意思。边上这里呢还有一只铜鹤，很多来过故宫的人都不知道这个到底是干什么的。其实你仔细看呀，这里面是暗藏玄机的。在铜鹤的背上呢，这里有一个盖子，把它打开之后呢，在古代其实会往里面装香，所以它是一个香炉。那么烟呢会从鹤的嘴巴里面冒出来，你看到鹤的嘴巴是张着的。在铜鹤的后面这个位置呢，还有一只龙龟。这个龙龟跟龙鹤差不多，背上也有一个盖子，然后嘴巴也是张开，其实也是一个香炉，加在一块，代表着龟鹤延年的意思。那里呢就是民间传说的金銮宝殿了。中间呀，那就是皇上以前坐的那把龙椅，里面黑乎乎的，可能看不太清楚，因为为了防火，所以里面呢不能够开灯。皇上坐的龙椅呢，我这里给它配上一张图片，它叫做修金漆云龙纹木椅。那么这个木椅呢，外面是刷的金漆，里面啊是用金丝楠木来雕刻而成的，所以整张龙椅显得霸气雄伟。在故宫里面啊，大家会看到很多这样的大缸，有铁的、铜的，还有鎏金的。像这种鎏金的大缸外面呢，都有明显的被刀刮过的痕迹。很多人可能都会疑惑，这个缸到底是干什么的？其实啊，它就是故宫里面的消防系统。因为故宫里面，你看大多数呢都是木质结构，木头最怕的就是火，所以在故宫在古代的时候，没有很好的消防设施的时候，他们只能在宫里头放几口大缸，缸里面把它盛满水。而且在冬天的时候，可能很多人会说，万一这故宫里面天气比较冷，这水会不会结冰呢？其实不用担心，你看下面有个石头的座子，这石头座子在对面呢有个小口，当冬天来临的时候，会在那个石头的下面点上小火，慢慢的呀把这个冰就给融化了，并且上面呢还会加上一个盖子，保持缸里面水的温度，所以冬天即使再冷，它也不容易结冰。那你们知道这缸上的刮痕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到底是不是外面的金子被别人给刮走了？评论区咱们探讨一下。在太和殿的后面有一个四角船尖顶的亭式建筑，叫做中和殿。那么这个殿到底是干什么的呢？其实呢，它就是当时皇上呀在太和殿举行大典之前，会来到这里小憩的地方，等文武百官全部列队站好，让皇上才会从后面的这个门直接进入到太和殿当中。所以这里呢，也是皇上走后门的地方，直接去参加大典仪式。在中和殿的后面就是保和殿了，那也是古代科举考试当中无数人都梦想能够进入的地方。带你们去看一看。马上要高考了，也希望你的孩子能够金榜题名，也祝天下的莘莘学子能够考上自己理想的学校。这里呢就是保和殿了。在清代的时候呢，它也是皇帝宴请权臣的地方。到了乾隆54年，这里又多了一个功能，就是殿试的场所。
在古代只要走进了这个天堂，参加了殿试，那就是前途无量。穿过那边的乾清门，就可以到达故宫里面的后宫了。提到后宫，你们想到的是不是三宫六院72妃，包括后宫佳丽3000？实话告诉你，皇上到底有没有这么多？等会带你到后宫去看一看。那个呢叫乾清门，乾清门的后面就是乾清宫，皇上平时居住的地方。咱们现在出发，就带你去看一看。这里呢就是乾清门了。你可能万也想不到，其实在清代的时候啊，他们皇帝上朝就在这个地方。当早上皇帝上朝的时候，会把龙椅呢搬在这个门口的正中间，让两边的官员呢还是一样文东武西站成2排。你会发现呢，在乾清门的门口呢有一对狮子，这个狮子呀非常的特殊，它的耳朵往下垂着，好像呢就要盖住了自个的眼睛一样，而且眉毛呢又很长，把眼睛遮住了一半，并且嘴巴呢还是张开的。据说呢，从这个门进去就是后宫。也是为了警示后宫的娘娘、皇后、妃子们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听的意思。这里呢就是乾清宫了，也是明朝跟清朝初年皇帝平时睡觉休息的地方。从这个门望进去，看到没有？晚上皇上就睡在那儿，但是里面呢是分为2层，床就有27张。你说皇帝一个人能够睡27张床吗？因为在古代，也就是明朝的时候呢，发生过一件事。当时有个宫女呢，差点把皇帝给勒死了，所以从那之后，皇帝就特别小心，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在自己27张床的面前各摆上1双鞋。除了皇帝自个儿跟身边服侍的太监，没有谁知道皇帝是具体睡在哪张床上的，也是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。你说的当皇帝其实也挺不容易的。这个呢，就是乾清宫的正门，在正门的前方上面写了4个字：正大光明。我们在电视机上看过很多皇帝秘密立储的事件，说谁能够是未来皇帝的接班人，他的秘密就藏在背后正大光明的匾额的上方。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因为当时雍正皇帝是9子夺嫡的事件发生之后，他为了让他的后人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，所以那个时候就不再立太子了。那不立太子怎么办呢？就秘密的写了诏书，然后写2份。把其中的1份诏书呢放在皇帝的身边，另外1份的诏书呢就把它放在这个匾额的后面。那么当皇帝驾崩之后，大臣们会拿一个梯子爬到匾额的上方，把那个匣子拿出来，打开之后，诏书跟皇上手里保存的诏书一对照，如果上面写的名字是同一个人的名字，那他就是未来皇帝的接班人；如果名字有错，那说明被人动过手脚。不过清朝，也就是从乾隆开始往后的4位皇帝是经过秘密立储的，所以也没有出现过名字被更改的问题。故宫的面积有72万平方米，相当于100个足球场这么大，房间就有9371个，所以我们一条视频根本就拍不完。从那边进去呢，就是故宫里面的3宫6院，也就是后宫了。你们有没有见过皇帝到底有没有后宫佳丽3000？你们有没有见过后宫里面的冷宫到底长什么样？有没有见过慈禧住的地方、甄嬛住的地方？包括后宫里面究竟还有哪些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？关注阿波，下期视频带您走进北京故宫的3宫6院。